在镜子前面削苹果。我跟你讲，我真的玩过这个，就可以看到什么？对，就可以看到你未来的什么老公的样子，长什么样子这样。对，我真的削过。啊，有看到什么？看到我妈来扁我。Hello， 大家好，我是灵魂事务所的 Larry。Hello， 大家好，我是灵魂事务所的 Jessica。大家好，我是飞仙。你的手好活泼啊！因为我们有镜头，一定要有一些动作啊。在哪里？哦，在那里。对啊，我也可以对着这个。对啊，没事，我们家。你试试看好不好？从头到尾对着这个，我看你脖子撑不撑得住。灵魂事务所已经 upgrade 到现在，这摄影棚已经有点太专业。这两个大莲蓬头是，等一下可以洗澡用。对对对，就是好，感觉上很像你知道夏天到那荷花的莲蓬。你会感觉到有热的感觉吗？没有，不会哦。而且我们也换了桌布，我们灵魂事务所 upgrade 的，在鬼月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我本来第一题想聊那个，可是我现在刚突然间看到有个我比较有回应的，就是通灵版的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录音结束的时候，赖瑞有拿出那个筷子仙，就是我们那不是筷仙啊，笔子仙，笔吗？是逼勒吗？是笔仙，就是那时候笔仙脏话吗？没有，他说避雷，避雷。对，你知道我是在唱什么对呀。然后那个笔仙，就是那时候玩一玩之后，我就是想出这个题目，因为其实在看鬼片的时候，真的还蛮常听到什么通灵版、碟仙、笔仙、筷仙、什么钱仙这些。然后鬼片一开始一定是大家在玩一玩之后，没有让那个各个仙回到本位，对，就发生事情。那我就会想要知道，就是那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各个鬼片拍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我想问赖瑞跟 Jessica 对于这个是有听说的吗？这是真的能通灵的吗？你有玩过吗？你有玩过哪个？我有玩过钱仙跟碟仙。钱仙跟碟仙，对，那赖瑞呢？我玩过钱仙，碟仙没有敢玩，因为听说那个学生时期的时候，对，很可怕。听说碟仙比较邪门，对，就是听说碟仙，我以前听到的鬼故事有非常多，是人家玩碟仙玩到真的就死掉了。对，以前真的有听过。不过那只是听说而已啊，就周边人没有发生过吧？譬如说，假设是会被以讹传讹。譬如是你跟我讲你认识的人，对，然后讲的就是证据凿凿的那种感觉。我们那时候玩钱仙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玩，跟同学一起玩，我们还刻意去点2根白蜡烛，等到晚上大概10点11点才开始玩。男生女生一起吗？没有，那时候我们是男校，高中时期啦，某男校。对，我们就故意这样玩，然后那不是也请来了，但是那时候很疑惑，就是因为学生时期也不懂，所以请来的时候他真的会动，所以那时候觉得自己没在动，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在动。所以到底是我们潜意识在动，因为在这一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灵摆。那灵摆我自己拿着，那到底是谁在动？对，那灵摆的原理我知道，但是钱仙跟碟仙的原理我就不清楚。所以灵摆的原理是什么？灵摆原理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透过我们手上的小肌肉去移动的。对，你那个是大肌肉、鸡腿，小肌肉是我们身上细微小肌肉去动的。然后牵动那个灵摆的移动，只是我们今天比较中立的时候，让我们的潜意识主导。对。但是如果钱仙跟碟仙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集啊，我们真的去玩钱仙，然后玩完以后，也在 podcast 里面，然后我们突然录到一半说：“等一下，我们去玩一下再跟大家报告。”你记得那一次吗？那你开眼去看到底怎么来了？对啊。结果嘞？问他喽。忘了。那要去读那一集的 podcast。那你还是大家等我们一下，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直接玩。所以那个到底他是不是真能通灵，也其实也不知道。他可以通灵，可以通灵，的确。那他每一种，而且是集体力量的通灵，但是每一种就是他的方式，因为其实像通灵版，不管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中式大部分都会写什么天干地支，然后写个就是字啊、姓啊什么，就是密密麻麻的这种一整片。然后可是西洋的大部分就是英文字母26个字，或者是 yes or no 之类的这种选项，还有箭头。然后在这一系列，或者是像
碟仙、前仙、笔仙、快仙，我觉得我相信他底下垫的那个东西，最后还是要让他走到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文字上面去，让我们理解嘛。对啊。可是 Jessica 之前有印象，就是譬如人家的影片，或者是赖瑞之前在玩的时候，他是真的有其他的灵到现场吗？那一天我们玩的时候没有。那有走得起来吗？我说那一天是我们后来有一次玩那个笔啊，对，就是在到底是说没有，那个是国外来的，那个时间不够，我们太仓促了。所以一般人家玩的话，大概都3-5分钟，5分钟，大概5分钟起跳。我们那玩不到2分钟就没耐性啦，因为那天很晚啦，所以玩到后面不玩了，回家，我们就散啦。对啊，所以那天时间不够，所以不足以为证。因为我本来想问说，如果他真的能通灵，他是通什么灵？通随机灵，所以是周围真的有灵就过来。对，没错，好的坏的都有可能，没有分好坏，就是它不会是高频的，通常。我比较好奇是，它是灵附在这个钱或者是碟上面，还是它是用意念去控制它？如果是钱仙跟碟仙，我们手指头一定碰它嘛，那其实就是集体啊。然后再就是我们专注，我们都是活人，专注活人，用意念去连接这个漂浮在空气中的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灵体的一个部分，跟它结合的状态之下。我先讲灵魂，其实它的意识跟状态，它在旁边跟你说话是会影响到你的想法的。就是他可能跟你说，飞仙，我想你去日本，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最近我有点想去日本，好像可以去那边玩一下，这样，但你会认为那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不会认为说他在旁边，你的耳朵旁边讲什么。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做前仙或笔仙这件事情，活人的意念集体联络到，有人会问说同一个灵魂，我倒不觉得是同一个，可能就是你的意念，人的意念就跟在旁边随机的任何的灵魂的意识的状态搅在一起，然后他可能就会跟你讲一些答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3个人在玩，飞仙通他可以通得到灵，我通到我的灵，你通到你的灵，我们3位不同的灵，但是同样牵动同一个碟子的，这个意思吗？我倒没有去看过说你们今天3个在玩，所以我们今天3个在玩的时候，我们3个接收到不一样，但会看到旁边有游走的灵魂。然后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要继续问的是，赖瑞刚刚听起来是，如果我们3个同时玩的时候，会有3个灵影响我们各自自己，而去推那个钱币或者是碟子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吗？因为我想象中，如果今天我们问同一个答案，应该是同一个灵在回答我们，在推动我们。我自己是这样想，看谁的意念比较强。假如啦，我猜，因为我没有看过同时4个人，然后同时4个灵魂就在后面这样子，大家来，你知道有点像角力比赛，说我往那边冲，然后你往那里退，就是倒是没有看到同时都是不同，但是有看到2个以上过。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是很爱玩这个的，只敢玩前仙，因为碟仙不知道怎么玩。很久以前，我记得有一集 podcast，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在讨论灵魂，就是我们认识的人走掉的那个留下来的那个灵魂。对，那时候 Jessica 其实在那一集有提到说，灵魂其实是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事情。对，但是在沟通灵魂的时候，很少能预知未来。对，那这跟如果我们玩前仙、底仙、笔仙之类，它来的灵它是灵界不一样的东西，对，不一样的能量。理论上，如果灵魂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想法，当然我们可以推动，但是也有灵界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只是灵界这件事情我比较少提。那灵界是不是能影响我们意念、想法以及欲望这件事情？它比较容易受这些东西牵动。那他们也比较戏剧化，戏剧化也就是他可能想要引发一个什么，然后让大家觉得好玩。可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铁仙或者是前仙，我们不会觉得连接到的那个仙真的就是菩萨，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你意念去连接就会是一个频率。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比如说铁仙我连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一般人不会这样，都会觉得是鬼魂或者是灵魂。对对对，都会觉得不是神明，就是我们在意念连接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它的频率了。
那就换个方式，就像你比如说你进竹联寺，你拜拜的时候，你会认为那是菩萨，对啊，对，然后你会认为你跟他祈求，类似像这样。对。而你在玩笔仙跟前仙，你不会认为那个移动那个会是菩萨。那我可以升级它吗？就是碟仙菩萨，或者是菩萨碟菩萨，或者是前菩萨。这个我倒真没试过。就等于我们意念到哪里，比如说我意念，我们同时想观世音菩萨，举例啦，那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有一个意念跟一个集体意识流嘛，一定是高频的。那我们不知道那个连接的状态之下会是什么，没有试过。懂。但是催眠的状态有啊，就是说我连接更高频率，然后我讲出我高我的想法什么的，对，有。其实大部分在不管是国外国内的这种通灵版啊，这种连的方式，他们在仪式过程中，我比较常见的会是第一种是好奇的人想知道可以问出什么，那另外一种是想要跟过去的家人连接，去表达他的思念。但是鬼片往往从这边开始衍生，就是他们不知道连到了谁而造成后面很恐怖的事。这时候我就想问，所以真的如果碟仙、前仙、笔仙、快仙、通灵版之类没有回到本位，我们就放手，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吗？理论上回本位，一个就是大家集体意识觉得他应该回去了，对，那你回去了，我们就认为他回去了，但他真的回去了吗？我是觉得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在，我们会把他请出来跟请回去，其实他一直都在，不是吗？事实上是这样子。只不过赖瑞有觉得吗？没有请回本位，你有发生过什么事吗？我现在还在这里我还活着，没有，我只玩过前仙而已，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有请回去，所以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如果今天请不回去会怎么样。比较多的都是在YouTube 上面看到或文章上面看到没有请回去的人会发生一些状况，比如说他没请回去，他就在窗户那边看到有人闪过去，然后跑出去看，然后就出车祸。有人刻意不请回去不是刻意请不回去，他不回去，对，或者是他突然间就碟子或就裂掉了，或者是就突然间动得快就跑出去之类的，各式各样的，但真的假的不知道，好像就是要把手指头压在那边，硬是把它拉回去，不能拉，不能拉，你要放着，轻轻的放着，让它回去，他愿意回去，对你，因为有人硬压把它拉回去的时候就裂掉了，就是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啊。我们是会说，譬如说前仙请回本位，就是结束的时候，对。然后如果是来的时候说前仙请出现，就我记得我以前玩是这样子玩。不过的确就像赖瑞讲，就是他不回本位的时候，就他不想在外面溜达的时候，我们就要一直跟他说请回本位，请回本位，然后要就真的我好像印象中对，就是要松松，然后让他回本位那种感觉。我能不能用这个来跟我阿公阿嬷连接？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阿公前先请出列之类的，就是自己连，然后阿公我问你今天你是要安怎什么，他就自己那边录那个波波摸跟我讲答案，这样，有可能吗？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怎么有办法？因为像你在连接那个灵魂沟通的时候，你是有办法确定这个灵是谁，可是我们自己是看不到。我只能借由前线这个，我真的有办法确定我连到的人是我想连的人吗？某种程度，如果我先讲的是理论，某种程度，如果我们可以移动这个钱币，那就等于我们被半附身。对，我们三个一起，所以真的是被半附身。附身就是你愿意做这件事啊，你愿意跟他做连接 contact，那就有点像这样，他可以在你的就是用你的手开始移动这样子。其实这个跟在上升的或者是做代言的是差不多的，但是代言是更高频率的能量嘛，那我们这个当然不能说跟神明那些神只能够说在一起，可是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然后你再做移动跟决定，然后你可以让他回答案啊，就是去决定那个答案，这样子就问一些我跟他知道的事情去确认。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是真的玩过前线，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开玩笑说：“你以后男朋友会姓什么啊？”就他说的那个
姓就是真的我未来男朋友的姓啊，是哦。你说你玩的时候啊？对啊，对啊，大家就是好玩，因为很小嘛。你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有讲过，就是午夜12点，然后我在削苹果，对，我在镜子前面削苹果。我跟你讲，我真的玩过这个，就可以看到什么？对，就可以看到你未来的什么老公的样子，长什么样子这样。对，我真的削过啊，有看到什么吗？看到我妈来扁我。哇，说你这个发什么神经啊你？因为这个是真的，我从小到大，然后每一个世代都是听到的。而且那个苹果皮说还不能断，对，不然你老公一定会破相或什么的。国小啊，国小的时候，妈说发什么神经，12点不睡。真的啊，真的，我们那时候很多同学都会去试这个。对。对对对，那时候是暑假玩这个事情，觉得好玩，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但这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啊！但是那时候真的讲的绘声绘影的。对啊，大家都很想试试看。在西班牙有一个鬼故事，其实有拍成一部电影。他是在讲那个女生，她在学校里面因为有点违背霸凌，所以她后来有去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修道院那边去使用通灵板，跟同学一起玩的时候使用通灵板。然后结果因为通灵板在她出现的时候，反正就出了状况，从此以后那个女生就真的被魔鬼附身，然后最后死掉。这个是真的有立案的真实事件。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它的起因就是一开始他们整群同学在下面玩通灵板。整群在下面玩？对，他有一群同学们，而且我记得那同学好像而且这个有拍成电影哦。这部有拍成电影，他当时就是一群同学跟他们好像去类似修女那边的那个地方玩这个 Wiki Ball， 好像是这样的发音，我有点忘记，我知道是通灵板。然后反正玩到后来，那个灵不管他在哪里，都会跟到他所在的地方去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最后这个女生，我记得是发生事情了。对，一个女学生，然后这是真实事件，有立案，所以那时候有拍成一部电影。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记得以前说碟仙比较凶猛的是，其实碟仙跟前仙比起来，前仙通常发生什么事情都还好，就是可能这段时间比较倒霉，可是碟仙是会听到的故事都是会有人走掉。赖瑞以前有听过这种碟仙这种？有，前仙比较少听到。而且快仙听说比较少人在玩，对，确实是听到是碟仙比较凶。这有差别吗？对你来说没有，因为其实他比较少看到，如果这样问他，他也不知道啊。对，我在想说，没有。不过刚刚飞仙讲，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透过这种方式跟我的阿公联络？那跟宝贝差不多啊。宝贝也是跟阿公联络吗？对啊，就问他问题，然后但是如果以可信度，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这边宝贝。但是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可以用前仙或碟仙跟阿公联络，以可信度来说，前仙跟碟仙比较高，因为我可以问出一些秘密，但是宝贝没办法，就是跟不是而已，没有其他答案。我懂你意思，就是没有句子。对。我先讲一下，我其实我从小到大每次听到碟仙啊，我想象都是那种一盘炒菜的那种这么大的盘子在那边这样推，你知道？就后来我看到别人真的在玩碟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酱料的那个碟子，酱料碟子倒过来的碟仙。然后可是我每次都以为想说，我都会想不透这到底怎么推。我觉得就一盘肉丝炒饭的那一种。我觉得你可能很想吃吧，所以你的碟子又特别大盘，所以我们要2只手就手全部搭上来，在那边推。而且你玩不到5分钟手就断了，就是有点饿的。对，然后吃饱再来玩。可是那时候玩前仙真的很神奇，我本来是不相信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好像4个还5个同学，就是手指头放在那上面之后，问完一个问题，整个手被拖走。我没有出力，但是整个就是被拖走这样。他就会去找他的那个位置回答，就像赖瑞讲，就是他会讲出一个句子。对，那个我觉得讲出一个句子那是蛮惊人的。然后那时候也是问了一些各式各样问题，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年轻气盛也不怕，然后所以就会去玩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说你会交几个男朋友，然后你就什么时候几岁结婚啊，就问那些很未来的事情，然后讲完之后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也完全也没有想。你很特别的是，你会记得你问了什么。其实我现在长大，我都不记得我在问什么。那时候就是像赖瑞他念的是男校，我们念的是女校嘛。女校
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对说啊，我会交几个男朋友、啊，交几个男朋友，对啊，然后我男朋友姓什么啊？未来会不会结婚？会几个小孩啊？就边问那些无微不微，就类似像这样子，就很好奇，好奇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以后可不可以交男朋友？他喜不喜欢我？因为那时候会玩前先，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在单恋一个男生，已经单恋非常多年了。这种就会问，他会非常好奇，然后他非常害怕去告白，虽然他已经长得很美了，但是他很害怕去跟那个男生告白，非常非常怕。他应该跟你问事就好了，问什么前线？因为那时候我们才高中啊，就还没，他没那个能力，那时候还没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所以最后就是选择用前先问。对啊，很期待。结果有准吗？后来他的那个有准吗？说告白会成功，后来告白是失败了。告白他真的鼓起勇气去告白，因为喜欢他7年多了。这时候如果是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同学拖着那一块跟我讲告白会成功？没有，我跟他玩了，我们2个胆子好大。因为我们没有挑晚上12点，应该会像赖月那个点2个白蜡烛是非常一定要点蜡烛，点2个白蜡什么？比如说我叫张拔蜡好了，然后都没有人叫拔蜡啊，都没有人叫，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拔蜡对我就没有影响嘛。很多人都知道啊。等一下这段剪掉，我不要叫这，我怀疑点2个拔蜡什么？点2个白蜡烛，对。为什么要点白的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点呢，我们就直接上了。你们为什么会想点白的？有同学说这样子仪式比较尊重他们，他们才会来。然后你知道男生多就会壮胆，就不怕。我们不止蜡烛，我们还有点香。哇塞！我们插3炷香在那边起。我跟你讲，哇，你好！电影里面也是这样演。真的吗？电影有点那搞不好他们有看过，因为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可是因为电影我没有印象有特别要点什么蜡烛，我只知道就是国内的其实有一些看到他们的电影里面会点香，就有点类似说就是好兄弟们尊重他们的，就先禀报的意思。然后烧纸钱可能没有烧纸钱，没有烧，就是因为学校里面不准烧。我们刚刚这样做，我们在社团里面做，这样已经过分了。等下把社团给烧掉了。我看到时候就是我们附在前线上面的。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不知道是念哪一个阶段的学校，那时候我们玩到疯掉之后，我们学校还有公布说不准玩前线。就我们学校后来有就是因为学生都在疯这个，然后大家就自己吓自己，晚上害怕什么的，对。然后老师跟教官后来他们就会公布学校拒绝迷信，不准我们玩，不可以这样让硬告。对啊。好，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Jessica 应该有听过，像刚赖瑞讲到的是什么那个灵摆嘛，对。那如果今天我是算塔罗牌啦，什么牌卡啦，什么什么的，那个我在连的是什么？连的是是像灵摆那种吗？我的潜意识还是像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会连单一的高龄或是单一的什么不知道，可是对我来说，我先不讲灵摆那一块，我讲牌卡。很多人就是那种神圣牌卡，或者是任何的牌卡，然后彩虹卡那些。其实在你在翻卡那一瞬间，飞仙我常给你提到，你还记得红豆汤的事件吗？你在翻卡的那一瞬间，你听到这个问题，你在翻这个卡的那个时间点，它就是一个时间线的平行时空的，对，你可以这样讲，展现，它就开了一个时空。翻卡就是开了一个时空。什么是讲多一点？什么时空？我这样说看对不对哦？比如说你 A、B、C、D 4张卡，假设你翻了 A 这张卡，就出现 A 这个时间线 ，B 就出现 B， 在你翻的那一瞬间就决定哪一条时间线。你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知道、啊。对，他真的知道，就是你在翻就开那个时间线。那个时间线就是接下来，因为卡对你的提醒会让你的意识聚焦在那个卡上的文字。然后你的意识会去解读那个卡上的文字。我找到方法了，飞仙，你想哪张卡先跟我说，我来做卡给你抽。黑桃六，黑桃六是哪条时间线？你要走去哪里？我跟你讲，其实塔罗牌就跟扑克牌是一样的。他们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相呼应的。对，所以黑桃六。所以你开那个，你的意识会去解读那条那一张卡的状态，你就会
你的内在就决定了你未来时间线你要做的决策跟方向。我举例，我翻出来就说，你可以决定你的爱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卡上这样写，你可以决定你的爱的方向。但是我在翻的时候，我可能在问飞先说，我想要知道说，我去德国进修可不可以办成功？就我翻出来就是你可以决定你爱的方向，类似像这样子，你的内在，我的意识就会开始解读说，所以无论去哪里，我的解读假如是我无论去哪里都是好的，那无论有没有德国可能就没有关系，或者是我内在解读说我应该要去德国，所以那才会是好的。那么我这次没有上德国的进修，我下一次就会明年我继续努力。我刚会问说，为什么抽牌是开启时间线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抽起这张牌，这张牌代表了就是他的这条时间线的故事是什么？可是那等同我在走这条时间线吗？等同它已经发生。因为其实牌有时候也会有不准的时候啊，当然。对，那我其实会想去问的原因就是，譬如说我有可能不是抽这张牌，我抽的是牌阵，那我会去抽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抽我有可能性它的状态是什么。因为牌不会通常在算牌阵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组合性让我们去看全局。是的。那当我牌抽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有那个决定权，就是我要走这条路还是不要？我的意识，我的意识里面，我的意识这4个字其实里面包含我的前世，我的现在，我的业力，我的功德，我的这一切，然后混合起来，然后让我看见。所以你会有不准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准的时候，所以我不准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安排就这个时候就是不准。讲的好像我都对，意思就是我安排这个时候不准，但是我做的决定也在里面得到一件事，就是也许我不要依赖这些，或我可以决定我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说，你的同学他那时候想要玩前线的原因是想知道他喜欢很久的人喜不喜欢他。对，或者是我也会想要去知道我的主管会不会帮我加薪，或者是我想知道一些跟别人相关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会抽牌。但是我能够用这个牌去连他的真实的想法展现在我面前吗？如果你是想要连说，举例像你刚刚说的，主管是否会为我加薪，然后我抽牌卡，对我来说永远的答案都没有绝对答案，但有可能性高的答案。还有一个是我有可能想知道我在这个人心中就是他怎么看我。对，就是我觉得常常有人抽这个，我们很常会这样抽的原因就是我想知道我在他心里头的位置，或者是我跟他接下来发展的可能性嘛。所以我会想要知道这一步的状态的时候，我抽这牌，那个牌在连什么？牌在连的就是未来时间线的可能性。如果是对你，他就是对你喜欢你，那就是可能性高很多，就是他喜欢你的可能性高很多，但是不是绝对答案。因为其中有一部分的几率来自于你每一刻为自己的选择。举例，我的主管他是不是喜欢我，明天我要表现一个什么东西给他看，我抽了牌卡发现他对我印象还不错，可是我明天可能那个时间点我要出去，可能看到他，跟他打个招呼说早安啊，那就开始有另外一个时间线。因为我在抽牌，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其实它很容易被改变。它很容易啊，对，我们在看的我的时间线也很容易被改变。其实它就是你看得越近，改变的越快。以前我们那时候在学牌的时候，老师其实会跟我们讲说，抽牌其实是我们自己跟自己的潜意识在连接。所以我应该是说，像以前我们常常不会说一句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代表所有的人到我面前他只是呼应我的灵魂设定的故事而出现的角色。所以代表我的卡其实剖出来的也是，就算这个人他不讨厌我，但我眼里觉得他讨厌我，我抽出来的牌就是他讨厌我。我那时候的想法会是这样。我觉得我很认同你说的跟自己的潜意识对话这件事。对。赖瑞，你刚手抖是怎么了？我刚才讲说那个表松掉了。对，因为时间到的时候表就会松掉。对，就是那个牌卡，因为你知道像我们有些人坦白讲也是会利用这些工具在对我们绘声绘影的，就是吓我们，或者是讲一些什么的。没有，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答案。对，
就算你真的通灵通到一个程度，接讯息你接到多么高超，它都没有绝对答案，因为只要你的意识下去，永远都有二元性。永远哦，这是永远。所以绝对答案这件事情，我目前没有遇见，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可以得到绝对答案，所以那真的是很多人问我说，老师那是碰巧吗？那不在碰巧的范围里，它就是这世界上你所有看到这一切都没有绝对答案，它只有比例高低而已。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在帮别人解塔罗牌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个牌随便丢下来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我内在会有一个感觉上来，就知道答案要讲什么。你有时候在操作塔罗牌的时候，在做的解读是有可能只是借着牌去跟别人说话，但其实真的有大部分蛮厉害的塔罗牌师就告诉我说，其实内在的心理在讲话，对，有点像问世的一个状态。而且坦白讲，这有点我会这样子讲，不是说我会通灵，我讲的意思是说，那个牌卡其实上面的图形呈现是对方抽出来，或是他请我帮他抽出来的时候，他的意念其实已经丢到我们身上了。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有点类似，就是帮他把那些话讲出来而已。是的。所以我对于前仙、碟仙、笔仙什么通灵板那些，我的逻辑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潜意识跟讯息或者是旁边的灵界做结合这件事情，但它不是绝对答案。就是那我可以跟自己沟通吗？就是譬如说把前仙、碟仙、笔仙、通灵板当成是抽牌卡的方式使用，就是不要连别的灵，就是有点像抽牌那样，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问自己，然后他自己画答案出来。有人会用这种方式去玩牌卡，然后用自己有人跟我讲说他是这样，他跟自己讲话，可是他会看他自己当天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觉得不好，他就不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会觉得混杂那个讯息，还有混杂那个解读，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通常我会比较会建议说，你先静坐或冥想完之后，你让自己的状态沉淀下来，走一走散步，把那些气散掉之后，再重新来做这件事。在抽这些牌，因为牌卡里面通常都会有好的能量跟比较负面或者是低频的能量的故事，甚至于有一些的图示，它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切要结束，让我觉得害怕惊恐之类的事件。这个本身是一个状态而已，还是它真的就是譬如说我可以做什么这盖啦，或者什么仪式可以把这个东西化掉吗？某种程度我就说嘛，如果你觉得刚才抽完牌卡得到的答案不是觉得很可怕，或者是你觉得很恐惧，一样可以静坐冥想完之后去走一走，你的能量一转换之后，你抽牌卡的内容会不一样。那如果今天我在玩那些通灵板、碟仙那些，我不小心手滑，它没有回到本位，我就放掉了，那就是把它压着，然后再让它回就是叫它回来就对了。因为首先有一个部分要处理人的恐惧跟不安心，不无关乎他们，关乎于自己。对，不然你会绘声绘影，就有很多故事。对，因为我们真的太多鬼故事，就是在讲这种没回去把我们吓得要死的故事。对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其实上是应该这样，内在的恐惧会绘声绘影，然后就会强化，甚至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生病。自己吓自己。对，或者是真的感冒了。你的手表还要用吗？我手表已经掉下来了，坏了。他一直在看说现在几点。所以最后问一下，像比如说我们在外面那个，比如在宫庙里面抽签嘛，那他刚有讲过说，当我抽起那张牌塔罗牌的时候，我就决定走那条线。那抽签，当我抽起来的时候的那个签丝，也是代表我要走那条线吗？一样意思吗？你说当我抽起塔罗牌的时候，那个答案就表示我要走那条线的意思，或者是当我抽起那个签就表示我要走那条线的意思吗？对啊，没有，你是站在那个路口，在路口我决定走不走。比如说我今天抽到下签，那我就要认命的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一般如果相信的话，那就心情很 break down， 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我就不做了，可能就下去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抽到下签，没关系，我一样可以决定我要往上走，所以就会改变，是这个意思吗？我要做灵魂事务所的时候，我抽到也是下签啊，蛮准的。哪里？才遇到我们两个。
是遇到你吧？对啊，我那时候贴下签，然后接下来我就把它揉一揉就丢掉了。通常在牌里面是下的感觉是这个阶段要结束，你要开启一个新的页面了。那我的想法，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反正现在最糟了，不会有更糟的时候，那就这样吧。就所以那个意识的状态可以决定它未来时间线你要怎么走啊。就是我刚刚有说嘛，讯息在你面前，你可以接下来就是你的意识去解读这件事。对，其实重点是在哪？意识如何解读它？我每次抽到下签，我就把它放回去，再去抽别张啊，或者是换人家抽啊。对啊，对啊，不抽到上你真的，你抽到下签，你就老实人，你就没有。一般来说，我的意思是说，一般人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但是我一般我不太抽，但是我一抽完就忘记了。哦。我相信抽完就忘记了。对啊，各位老实人，抽到下签就把它收起来放回去，然后换别张，或者把整个抽屉拿去丢掉。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抽，就回来问飞仙就好了。你如果发现下签，你就知道别人不要抽到这个，把整个签什么都拿去扔掉就好了。可是我告诉你，有人就是换一家庙里面抽，就抽到同样的，他才害怕啊！就是他已经抽到2张一模一样的签，他才会来问。真的还假的？真的。他都没丢掉吗？他没丢掉。这样以后万一我抽到怎么办？下次如果抽到这个签，可以送给飞仙，飞仙会帮你转化的，帮你拿去丢掉。OK， 好，那就到这里咯，谢谢各位，下次见，拜拜，拜拜。